大家好，我是小颖。酸菜是一种非常受欢迎的腌制食品，味道酸爽，适合与多种食材搭配。常见的做法有酸菜鱼、酸菜豆腐汤、酸菜炒猪肉和酸菜炖猪肉，这些都是大家比较常做的。今天我想分享一道独特的酸菜搭配鸭肉的做法，这种组合可能很少有人尝试过，保证您一旦品尝，就会对它念念不忘。味道酸爽可口，肉质鲜嫩酥香，绝对是一道开胃的下饭菜。您可能会发现3碗米饭都不够吃。接下来，我们一起跟着视频，看看这道酸菜和鸭肉是如何制作的吧。首先，我们准备一些酸菜，将其放入水中，最好一片一片的进行清洗。因为叶子中容易藏有沙子和盐分，所以一定要彻底清洗干净。清洗完毕后，倒入清水，将其浸泡10分钟，这样可以稍微去除一些咸味和酸味。接着，我们准备适量的鸭肉，放入盆中，在鸭肉中加入1勺食用盐，少许食用小苏打，然后用手揉搓，确保鸭肉都均匀裹上盐和小苏打。这2种调料具有强大的吸附力，能够有效去除鸭肉表面的血水和杂质。由于鸭肉的烹饪方法不需要焯水，因此需要多揉搓一会儿，尽量揉搓出鸭肉内部的血水，以避免腥味，使肉质更加嫩滑。当鸭肉变得略微粘手时，像视频中这样就可以了，就可以进行下一步了。然后用流动的水将鸭肉彻底清洗，确保将血水和杂质完全冲洗干净。直到水变得清澈为止，最后控水后捞出，把它剁成小块。鸭肉的口感通常被描述为丰富、嫩滑且多汁，与鸡肉相比，鸭肉的肉质更为紧实，脂肪含量较高，使其在烹饪后更具风味。剁好后，把它放入盘中备用。接着，我们再准备一把大蒜，把它切成小块，1块生姜，切成小块，把它放入盘中备用。2条干辣椒，把它剪成小段。再准备2根蒜苗，把它切成小段。切好后，把它放入盘中备用。现在我们的酸菜也浸泡好了。如果你不确定浸泡的时间是否合适，可以摘下1小片尝一尝，看看酸度如何。如果浸泡时间过长，酸菜的酸味会变得淡，口感也会受到影响。而如果浸泡时间过短，可能会过于咸，这样也不好吃。浸泡完成后，可以将酸菜捞出，放在案板上，先切掉那些比较粗糙的纤维部分，这些部分会影响口感，容易咬不动，还可能会卡牙缝。将这些部分全部切掉后，将酸菜切成小块，块头要小一些，这样口感会更好。切得太大的话，酸菜的味道可能会变得不如预期。切好后，将它放入盘中备用。接下来我们开始烹饪，首先把锅加热，不需要放油。锅热后，直接将酸菜倒入锅中，炒干酸菜中的水分，这一步非常重要。经过炒制后，酸菜才能更好地释放香味，且口感会更加脆爽。等水分炒干后，将酸菜盛出备用。
接着再起锅，锅中同样不需要放油，将锅烧热后，放入鸭肉，翻炒以去除水分，全程使用大火翻炒，直到表面微微发黄，水分炒干为止。亲爱的朋友们，制作视频不易，小颖每天都会分享简单实用的家常菜。如果今天这个视频对你有所帮助，记得给小颖点个赞哦，或者留言转发一下，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。接着淋入适量的白酒，以去除腥味。当鸭肉炒至差不多时，开始冒油，便可关火，将鸭块盛出备用。炒出的鸭油则不要使用，因为腥味较重。再起锅，倒入食用油，油热后，姜、蒜、辣椒放入锅中，把它炒香，炒出香味。炒香后，再把鸭肉放回锅中，继续给它炒香，这样鸭肉吃起来会更香。把香味炒出来后，我们来调个味，加入1勺黄豆酱，1勺的生抽，适量的蚝油，1勺的白糖，一点点的食用盐，盐不要放太多，因为酸菜有咸味。继续翻炒均匀，把酱香味炒出来后，把酸菜也倒进去，再翻炒一下。然后再倒入开水，水量不用过多，跟鸭肉持平就可以了。盖上盖子，大火煮开后，转中大火焖煮15分钟。15分钟后，打开盖子，把蒜苗放入锅中，继续煮1分钟。可以了，时间已到。最后往里面撒一点胡椒粉，大火给它收汁，就可以出锅了。放入盘中，就可以开吃了。一道美味的酸菜鸭做好了，味道酸爽可口，肉质鲜嫩酥香，特别适合开胃，是一道经典的家常菜。酸菜鸭不仅是一道美味的佳肴，更是家庭团聚时光的见证。它的独特风味，让我们在繁忙的生活中找到一丝宁静。无论是冬日的夜晚，还是节日的聚餐，酸菜鸭都是绝佳的选择。现在就动手试试吧！邀请亲友一起品味这道美食，享受烹饪的乐趣。喜欢的朋友记得点赞和收藏。如果想吃但不会做，随时都可以找到我。每天不知道吃什么，关注我，让您的家常菜丰富起来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